德宗就是暴君总统大执政嘛，长安国青鸟教赖清德，民意就是我意。他的经验就来自于台南，234天不进议会 ，so what？ 现在还是我的，谁能纠正我？所以对于蓝白来讲，你只有跟他死磕到底，你不跟他死磕，就换你等着被克。清德宗就是个暴君，卫福部长邱泰源说，过去讨论医院近邻减碳，总统赖清德直接打电话去干掉彭启明，你在干什么？你的宪政的每天骂蓝白毁宪乱政，就最毁宪乱政的叫做赖清德啊！林北就想这样干，怎么样？有错一定都是你们这些臣子的错。暴君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赖清德宴请民进党立法委员，对于立法院抛出3个观察。新会期责任重大，第一个，蓝白合作是越来越紧密，民进党要全力应对中国介入台湾的内政作为上，恐怕是越来越无孔不入。另外，他说蓝白会处理4大预算，还有4项人事同意权。简单来讲，民进党打从他处理柯文哲开始，目标非常的清楚，就是把你蓝白视为一体，要完全歼灭。所以你会想象到一个事情。清德宗就是个暴君，而且他把蓝白跟中国介入台湾内政作为合在一起。简单来讲，他要把蓝白作为抗中保台的一环，那个抗中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唯有彻底消灭内部威胁才是他要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伟汉哥他就说，民进党已经做好玉石俱焚的准备，要把民众所有的制度拉回来。赖清德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宪政观念、司法法治概念，对他来讲，总统的权力是无限大的，我想整干就整干。卫福部长邱泰源，他在台湾医务管理学会会员大会暨学术年会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过去讨论医院近邻减碳的时候，总统赖清德曾致电骂环境部长彭启明，你搞这么大条，医院有钱做这些工作吗？这话出来，大家既惊四座。哇，现在是总统直接打电话给环境部长所以我问了赖清德3个问题嘛。第一个，你总统可以直接跨过行政院下指令啊？大家了解，我国虽然名义上是双手掌制，但是就宪政精神来说，事实上是半总统制。结果他直接打电话去干掉彭启明，你在干什么？你的宪政的每天骂蓝白毁宪乱政，就最毁宪乱政的叫做赖清德啊！什么叫暴君？不明就里，不理是非，干就对了。林北就想这样干，怎么样？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不是这样来的吗？比如说秦始皇有他统一6国非常伟大的一面，但也有他残暴的一面嘛。我就要焚书坑儒啊，我就要修直道、阿房宫、秦皇陵啊，怎么样？没怎么样啊。他说名利有限的嘛，不管。秦始皇不算最暴君，最暴君是隋炀帝，我就要3征高丽啊，死了100万对不对？没关系，河北再拉200万人来，照打不误。没在管理结果的啦，他没有在管理内容的，这是赖清德一向以来他的性格便是如此。第二个，我要问，为什么同为部长不在内部沟通，要公开数落？这过去哪怕在苏贞昌内阁都没有发生过的。第三个，为什么邱泰源知道彭启明被赖清德骂？所以凡此3次，这个都是暴君的经典桥段啊！我修理一个人，我就让所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骂完之后，赖清德竟然今天取消了1届的晚宴行程啊！另外，邱泰源出来道歉说，大家一起努力哦。哎呀，你要知道啊，邱泰源跟赖清德关系可不一般啊，这是属于赖清德老师级的存在啊。彭启明是谁喊这完全不一样概念。可是为什么邱泰源出来讲话？因为今天所有人都在问赖清德，请问总统，你有没有打电话给彭启明？请问总统，你有骂彭启明吗？赖清德这个人跟蔡英文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蔡英文这个人皮很厚，怎么骂他就躲起来，他打死不回应。赖清德的皮很薄，动不动暴怒、抓垮班车，非常刚愎，但是又很怕人家讲话，所以老师也得出来道歉呐。因为我有用词不当造成的误解或者是困扰，我在这边非常诚挚的跟我们彭部长还有社会大众抱歉。朕怎么会错呢？有错一定都是你们这些臣子的错，暴君啊！今天老兵写的我觉得很好笑。对岸有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地网友、丰台劝导队；台湾有黑熊部队、海防志工、翠上网友、青鸟行动队，真的是很夸张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社会啊？我觉得我们的清德宗已经是整个夸张到了极点完全没在管什么宪政伦理。
真的是扯到爆。而且这事情还有一个新闻内幕，老兵呢就提到说，卫福部长邱泰源自曝在野党攻击赖总统，坐实了太上院长之说。其实外界更该注意是两个部会会出现嫌隙，卓荣泰事前都不知情吗？有没有介入啊？行政院一起组织法设置政务委员，主要工作是跨部会协调、横向联系。这次卫福部、环境部产生，政委在干嘛？赖总统却跳过政院直接出手处理，是否代表机制管道已经阻塞？更严重是什么？前几天22位民进党立委开记者会，要求国土计划法暂缓实施，公然杠上行政院。引起侧目的是，这22立委不但跨派系，而且全部都是选区立委，民进党超过一半反对，内阁制国家形同政党自己投下不信任票。为什么这么大的政治动作，内部问题放上台面呢？其实民进党执政期间行政院每星期一都有定期举办党政协调会议，但民进党的行政立法两大系统利用这个平台沟通议案机制是没有发挥功效，甚至呛中央的还有赖系立委，派系问题也可以排除，立委应该不会笨到不沟通就开呛。所以政院高层是否无所作为？卓荣泰接掌行政院，从最会沟通的内阁变成内讧内阁，所以你看扯不扯？难怪有人家德意志赖清德今天为什么会遭受到这么多人的群起反扑？他就是个暴君嘛。你想行政院这些横向沟通他用了没有？他什么事情就电话拿起来，他完全不管的。这个总统很闲呢，大小事情什么事情都是直接往前一跳。所以我只能讲，这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啊。另外，蓝白退回总预算超出了民进党内部的预期，所以赖清德跳出来说非理性杯葛。你收押柯文哲的时候，你都不会有话说，现在突然之间呢就跳出来了。行政院对此表示遗憾，但秉持沟通。赖清德则说再也非理性杯葛会受到民意的严厉批判。其实为什么被退回了？我告诉你，因为今年3读通过的，包括住民进法补偿条例等等，立法院所通过的每一个预算修正的部分，这一次的总预算从头到尾通通没有纳入，完全不管。3兆台币的预算就是给你强行车过去。其实赖清德的逻辑很简单，民意就是我意。他的经验就来自于台南，234天不进议会 ，so what？ 不进议会最终是你李全教说啦，是你台南市议会说啦，是你国民党说啦，我干嘛跟你见面？现在监察是我的，谁能纠正我？他就是这样玩嘛。再来，又让我想到俄罗斯，一个国家，一个宗教，一个沙皇。他现在怎样？塔湾国青鸟教赖清德，他可以玩新3位一体啊。所以清德宗就是暴君总统大执政嘛。那对他来讲，我跟你妥协，代表说我输了，所以我不跟你妥协，我会赢。而且我有执政优势，我怕什么？什么是民意？就是对立之后把对方杀爆，让对方不敢讲话，我就是民意。所以对于蓝白来讲，你只有跟他死磕到底，你不跟他死磕，就换你等着被克，这个是必然发生的事情。